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。今天算是短篇故事时间，新系列的一个开始。就其实我们之前也念过 HSK 大概3到4集的短篇文章。对，那我觉得不管大家喜不喜欢，我们就是要念。我们就是这么倔强啊，我们就一对，身我们反骨。是倔强的大叔啊，我们是杠精啊。和你们唱反调。对，那灿叔，我们今天呢要念的故事是作者是区区在下本人，是吧？我区区在下啊。那写这篇故事你怎么这么羞涩干什么呢？害羞干什么？对，因为自己的作品总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嗯，是这个本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是很要是念我的，谦逊，我也会不好意思。会有低着头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这样哦。那这篇短篇故事叫做雨夜，简单说就是下雨的夜晚。夜晚。那我要描写的是一对情侣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但是在这天雨夜，他们必须要分手了。哦哟，好伤心的故事。对，那我很喜欢写这种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些很伤心的事情，很伤感的事情的故事我很喜欢。就在一个场景里头发生的一个事情。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不完美的，人生会有很多遗憾，人生会有很多无法改变的选择。所以我想要通过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，在不完美的人生中，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然后接受现实，开创未来。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感觉。对，其实这个故事茶叔最早给我看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很容易带入进去，有沉浸感的这么一个故事。首先你看一下这个标题叫雨夜，就首先已经给你设定一个场景了，一个氛围，就是下雨的时候人整体而言心情不会特别快乐。这个时候呢就给你奠定了一个基调，就是不是很快乐这么一个基调，可能会有点心里有点沉沉的这种感觉，忧郁。对，这个时候迎来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是分手，那说实话更伤心，更难过，更忧郁，更痛苦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念一下今天的故事雨夜。对，而且再说一下这个故事的等级是 HSK 3到4，我们两个的语速可能也会慢一点点方便大家能理解。然后喜欢这个故事的话，请到大叔小站有更多好看的故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，我先念好了。好，雨夜，午夜的咖啡店里，雨打在窗户上，滴滴答答的声音让人不耐烦。林素素看着赵明，赵明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，里面是深蓝色的衬衫，整齐的头发和胡子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一定要走吗？林素素的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她低着头，用勺子搅着已经冷了的咖啡。赵明没有说话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小盒子，放在林素素面前。林素素知道，里面是他们上个月一起选的戒指。素素，对不起。赵明终于说话了，沙哑的声音让林素素有点心疼。我爸爸的公司快破产了，我得回去帮忙。我妈妈的身体也……林素素抬起头，看见他的眼里有泪。他想起去年冬天，他们在医院的走廊上，赵明拿着妈妈的 X 光，手在发抖。那时候他就知道，爱情赢不了现实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咖啡店的灯光在雨里变得模糊。林素素把戒指推回去，
手指碰到照明冰凉的手，他知道窗外的雨总会停，但已破碎的心是永远无法愈合的。啊，好悲伤的一个故事啊。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故事短短的，然后那个场景真的，你想象那个场景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真的是很伤感的。它就是人生的一个片段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的一个片段。对，就是那短短的1-2个小时，可能是你人生一辈子的回忆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这个短篇故事呢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也都有配着字幕让大家看着。如果你喜欢类似这样的故事，大叔小站里有好多好多，而且每天都有啊。对，大家不要觉得说 HSK 3到4集就一定是很幼稚、很无聊的小孩子的故事。对，大叔小站里哦，这个每个3到4、4到5、5到6，每一个级别的故事都有各种不同的主题，分手、后悔、幻想的、恐怖，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。所以我觉得中文学习者应该要接触这种各种各样的主题，你也会觉得很有兴趣，然后从兴趣中、阅读中来提高你的中文水平。好，那喜欢的话，大叔小站连接在这里。好，那如果各位同学喜欢我们这样念故事，也请你留言鼓励我们。如果大家都喜欢，我们可以每个星期念一次故事给大家听。对，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